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27号。昨天比特币视频跟朋友们猜测，有可能主力加息，比特币会涨哦。但是昨天主力上涨的决心却不是很坚决哦。那今天视频利用就是这个位置箱体的区间，跟上一次5到6月份里面箱体区间的一些技术知识点来跟朋友们猜测一下，为什么主力决心不够。或者等下也来聊一下周线里面这个散列带的指标，现在已经等来了一个红色的死叉，这个位置又放出了一个绿色的一个圈圈，里面有哪一些知识点？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在 Discord 社群上面，这2天比特币短线没操作，不过昨天是有通知家人们去观察一下内波有没有可能压回20MA 的位置去做多，中英文是同步哦，然后止损就设在 0.667 附近。我们可以看一下内波币昨天的一个形态，其实你现在如果有利润的情况下，我也不一定要等到真的压回到20MA，这2天也是在观察，它这边有一个是不是一个 ABC， 那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 ABC 的低档位置有可能是相对比较适合的一些做多的点位，你反手可以直接设在这个20MA。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哦，也就是整个中线的箱体的矩形，这边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29.5K 破，它现在 29.5K 支撑是变成压力。那昨天这一根上涨的上影线，可惜的一点是它收盘没有给我收在这个 29.5K 上方，如果能收上去才是代表主力的决心，如果能收上去，这边代表的意义我们要怎么解读？如果能收上去也是代表的这下方就是一个陷阱啊，因为我也是一直判断比特币下去有可能就是主力在挖坑。然后还有一个观点，因为以往的经验，比特币如果是一个箱体的区间，它如果震荡到位要挖坑的位置，重新回到这个箱体里面，它以往的经验就是会走出一个破底，就是先破底，然后再往上翻过这个矩形箱体的上沿。那我们要思考一下，主力这个位置没有决心，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这一个大箱体白色的矩形，为什么主力没有决心？就算他有决心收到这个29.5K 上方，有可能我也是在思考，他会真的再去走破底方吗？不一定哦，上面还是有压力，所以有可能主力在这个位置没有决心，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可能在看技术形态，觉得时间还不够。因为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这整个白色箱体的区间去找出主力当时洗盘的一个心态，它是怎样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前面这个箱体的区间，上去是挖坑，后面是有跟大家判断过，有可能是 25K， 也是中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然后是在这个位置开始计划，跟朋友们讲 26K 开始，我是觉得距离 25K 是相对比较接近，在这个位置可以买。买完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回到箱体，它后面有再翻过这个白色的箱体吗？没有啊。所以从前面的这个区间里面看出主力的一个心态，他也是觉得洗盘可能时间还要拉长，拉得非常的长啊。这边整理的时间，我们去观察一下，可以看一下，到这个位置是89天，然后它在这个箱体里面洗盘的几个位置就是有挖坑上去也不肯破底方，然后再挖坑再上去也不肯破底方。按以往的经验，就是箱体的矩形如果是破下去重新返回进去，一般都是会走出一个破底方的走势。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绿色的一个箱体也是一样，破底上去也不肯翻，后面是破底，最终是时间横盘到位，后面它翻上去，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个箱体的矩形位置，包括这个箱体矩形的位置，就是它破底最终是在这个位置就确立有可能就是要翻过这个白色的上沿，而且后面这个位置是走了1、2、3、4、5上升的一个无浪的走势，就开始跟朋友们计划有可能中线会走一个箱体整理哦。然后我们可以参考前面几波的经验，比如说这边一个上涨的拉升，它后面是整理了89天，也是一直在计划，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要洗盘80天或者是90天左右，有没有可能时间延续到就是今年的10月份左右，到时候会开启一波
继续大涨的一个走势，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主力的决心，他是觉得时间还不够，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震荡。当然也不排除他会不会反进去，反进去我们也要留意一下，他不一定会再走一个破底翻，就类似前面的这几个区间，虽然有挖坑回进去，它也不肯翻到这个白色上沿。所以我的观点是，中线你可以观察一下，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28.8K。如果你在这边要做多的情况下，首先就是这个 28.8K 可以当成自己的一个防守位。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目前整理它的浪形 ABC 要怎么来数，因为也是有朋友在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是不是一个 ABC， 然后这边又是不是一个 ABC， 这边又是不是一个 ABC。 它整理的浪形是相对比较复杂，或者你就可以遵守 N 型的理论，就是低点的位置不要去做空，它有可能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再走一个 ABC 也是不排除，但是整个中线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里面。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哈希瑞本指标，因为它这一次死叉也是第一次看到它放红色的死叉，因为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从来都没看到，如果有第一次看到它放红色的死叉，我们要去留意一下有没有压回的低点，你一定要给我站在买方。历史上有这种参考经验，包括前面底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出 buy 的信号，你进去追价，利润也是相对比较可观，就是今年1月初的时候这个位置出的第一个买入的信号。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20年的这个位置，当时也是在出买入信号之前，它这边是放红色的死叉。不过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现在是有朋友在问，那这个绿色的柱状是怎么回事哦？我们也可以参考2020年6月份的这个位置，你去观察一下，它这边也没有大跌哦，周线里面只跌了 1.83， 但是它这一个绿色柱状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低点是都没有跌破过，所以也是讲的有几天。你如果在这个位置要猜多，因为现在周线里面是有看到一个绿色的柱状，那就是这几天跌回的这个 28.8K 的低点。你如果期货要开多，防守就设在这个 28.8K， 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2019年12月份的这个位置，当时也是一波跌下来，后面是在这一根 K 线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放了一个绿色的圈，它后面这个低点的位置就是这整个短波里面没有跌破，但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是有跌破过。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牛市的底部也是给了3次 buy 的信号，这个指标是非常的准啊！你如果是波段的投资者，一定要每一周去观察一下这个哈希瑞本指标，底部连续给了3个，足够的时间，可能有半年的时间，你在这个位置怎么买，或者是上去追都可以追的。所以现在也是跟大家讲，比特币只涨了1倍，有可能目前的空间15年到16年是首次看到它死叉的一个位置，整个1-2年才看到一个死叉，有可能死叉的低点买点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根 K 线在周线里面它出了一个绿色的圈，就是这个低点后面也没有跌破。所以左侧的交易者，我的观点是这个圈有没有可能类似2015年或是2020年的那几个位置。我的观点是，你真的要在这个位置做多，就是 28.8K， 不要给我跌破。或者是右侧的一些投资者，你可以等，因为现在有红色的信号，相信如果是真的整理到位，后面有这种绿色buy信号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等这种追加的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